中国文化博大精深，而功夫文化更是影响深远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在我国小说史上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武侠作品。而这些武侠作品中，除了动人心魄的剧情走向外，更让人心生向往，便是那些让人啧啧称奇的武功绝技。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下影视剧中的10大武功绝技。第10名，凌波微步。正所谓36计走为上计，打不过总可以跑得过。凌波微步作为金庸老先生的《天龙八部》中的轻功身法，精妙异常，闪转腾挪之间尽显武功奇妙。据说这套功夫灵感来自于易经八卦，以易经8864卦作为基础，用者按特定顺序踏着卦象方位行进，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正好行走一个大圈。而在影视作品《天龙八部》中，大理国镇南王段正淳的养子段誉便习得此功。段誉博学多才，英俊善良，但又迂腐固执，厌恶杀戮争斗。他这样的性格可以说修炼凌波微步最为合适了，尽可在闪转腾挪间巧妙克敌，退又可及时远遁千里之外，规避战斗。而也凭着此上等绝技，让他成功收服了南海神鳄做徒弟。段郎，你怎么了？段郎，小白脸儿，快跟你的亲妹子讲两句话吧。我是不是在做噩梦啊？我刚才听他们说你是我亲妹妹。第9名，葵花点穴手。说起战斗，大多时候都要刀剑相见，一个不留意便会血流成河。而有这么一种武功，它不仅可以用来一时困住敌人，还可以在审判逼问的时刻起到神奇作用，那就是葵花点穴手。根据古代资料及现代医学考证，人体共有1000多个穴位，且每个穴位的功效作用都不尽相同。而在武侠小说里，最被江湖高手所青睐的便是定身穴、狂笑穴以及死穴、定位穴。而且好像在绝大多数小说中，点穴都像是习武人必学的基础招式。但再基础的招式，只要练到一定地步，就可以达到非凡的效果。比如我们常看的《武林外传》里的白展堂，他那一手精湛的葵花点穴手，可是在关键时刻解决了不少问题。是呀，听着真是大开眼界了呀！以前老觉得当捕快的都是吃大饭的，这回一看也有吃面条的。我是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当捕快靠的是智慧，不是蛮力，更不是什么动不动就要那多动。也没有什么了，都是经验得来的了。第8名，打狗棒法。要说起中国武侠帮派，丐帮绝对是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。虽然他们平日里衣衫褴褛，乞讨为生，但在情报勘察、信息搜索方面可是有着天然的优势。而要说起丐帮的绝学打狗棒法，名字虽然陋俗，但变化精微，招数奇妙，是古往今来武学中的第一等功夫。据说此武功共有36路，12招8字口诀，而且并不是每个丐帮子弟都能学习此方法。相传只有丐帮帮主才有机会学习，是丐帮绝不外传的护帮神功之一。而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中，北丐大侠洪七公与西毒欧阳锋决战数日，不分胜负，但两人的内功均已消耗完尽。于是遂以口头相授的方法传功给杨过，让其演示并进行见招拆招。于是杨过也成为了第一个非丐帮帮主却习得此功的人。第7名，吸星大法。众所周知，再好的武功也要经过刻苦的修炼才能有所成就，但就是有这么一道偏门武功，不用你闻鸡起舞，日夜修炼，只要能找到合适的养料，就能让你快速提升，进入武林高手的行列。这门武功就是传说中的吸星大法。根据资料记载，修炼吸星大法的人可以吸收别人的内力，化为己用。不过这么好的功法自然有其弊端，一是不能吸取内功极为深厚的人，比如《笑傲江湖》中任我行与方正大师比试武功时，任我行便无法使用吸星大法吸到方正大师的内力。二是此功法修炼起来也有其弊端，一旦遭到反噬，便容易走入岔道，走火入魔。由此可见，修炼一事还是按部就班最好。第6名，金钟罩铁布衫。有人说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，也有人说没有防守就没有进攻。那么在浩瀚的武林绝学中，有没有一门武功是专门针对防守的呢？当然有，那就是金钟罩铁布衫。俗话说天下武功出少林，金钟罩铁布衫作为少林72义中知名度最高的武功，曾多次出现在各类影视作品当中。
据说将此门武功修炼到大成的人，可以达到刀枪不入、水火不侵的神奇效果。只不过也由于此武功知名度太高，所以江湖上修炼此武功的门派也颇多。后来到底是不是出自少林，也就难以调查清楚了。第5名，六脉神剑。说起六脉神剑，这可能是最适合当代战争修炼的武功了。毕竟在热兵器时代，近身格斗已经很少在战场上大面积出现，大家更多依靠的是远程打击，而六脉神剑便是这么一门可以远程发动的神奇武功。这门武功乃是大理段氏的最高武学，由大理开国皇帝段思平所创。说是一门剑法，实质并非剑法，却与剑法类似，是指将含于指尖的内力隔空激发出去，使其以极高速在空中运动的一门技术。只是不知道这么武功的速度能否抵挡上枪支弹药呢？第4名，降龙18掌。龙作为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瑞兽，除了寓意代表吉祥外，其本身能力也是神通广大，不仅可以腾云驾雾，还可以翻云覆雨。而就是这么一种强大的生物，却有武功敢以降龙命名，那就是传说中的降龙18掌。这套掌法是金庸先生笔下最顶尖的武功之一，扫地僧称其为天下第一。其动作简单无奇，但招招威力无穷，招式简明而尽力精深，精要之处全在运劲发力，凭强猛取胜，每出一掌均有排山倒海之力。在《天龙八部》中，萧峰便因此功成为江湖中1等1的大侠。阿弥陀佛，好厉害的功夫！降龙18掌果然是天下第一。第3名，九阳神功、九阴神功。他强由他强，清风拂山岗，他横任他横，明月照大江。他自狠来，他自恶，我自一口真气足。这是《倚天屠龙记》中张无忌在断崖深处朗诵的九阳真经口诀。凭练着修炼此等绝学武功，张无忌成功解决明教光明顶之危，一举成为明教教主。其实说起九阳真经的来源，其实最早还是来自于金庸老师的小说之中。在小说《神雕侠侣》中，九阳真经被潇湘子和尹克西从少林寺藏经阁中盗走，藏于一只苍猿腹中，后在《倚天屠龙记》中为张无忌所得。张无忌在学成后又将经书埋于原处，而与九阳真经相对的便是九阴真经。此等绝学被藏在屠龙刀与倚天剑之内，后被周芷若所得。据说九阳真经更强调外功，九阴真经更注重内功，只不过时过境迁，已经无从考证。第2名，如来神掌。江湖武林从来就是是非横生，如来神掌相传是如来佛祖为了普度众生、解结除恶，传与凡人的一套武士绝学。神掌威力可敌天灾地祸，降妖除魔。而大家最熟悉如来神掌的场景，便是星爷在功夫中对战火云邪神，于最后关头使出如来神掌的一幕。这里之所以把它排在第2名，是因为之前的武功都是凡人级别的武功，这套出自港漫的掌法实际上已经挣脱了凡间的桎梏，直接来到了天神的级别，而且还是神话故事中能力最为滔天的如来佛祖。现在仔细想来，如来收服悟空时也是使用的一套掌法，不知道是不是作者创意的灵感来源呢？老公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？是已经失传的如来神掌。第1名，葵花宝典。要练此功，必先自宫，炼丹服药，内外齐通。相信很多人一看到这样的修炼秘诀，便会放弃学习这套武功了。这套出自金庸老先生在《笑傲江湖》中的武功秘籍，其实书中对其来历琢磨不多，仅提及作者为前朝太监，亦无人练成完整宝典里的内容。此功主要贯彻的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修炼达成出手快到对方看不出破绽，没有还击的机会，亦或是快到就算被对手看出招式中的破绽，对方也来不及反击，破绽一闪即逝。之所以把这套武功排在第1位，其实并不是其有多么厉害，主要是因为其残忍的练功方式让人难以接受。相比，也正是这残忍的练功方式，也让此等绝学成为了最难修炼的武功之一吧。
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更多武林小知识等着你哦。